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到的安氏之乱到现在还在烧，但是最新消息，荷兰认输了吗？今天我们要来关心的是文泰现在重掌他的管理阶层哦，包括执行长已经回复到他的位置上面。欧洲车厂这个时候表中求中国豁免，是否让荷兰压力太大，所以求饶了呢？今天一起来做关心几个火线话题，今天会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第一个，荷兰是否真的已经低头了？被自己强夺接管的公司，如今又要亲手奉还给中国，从强硬封锁到签下了这个协调的纪要，荷兰这一路是承担了安氏之乱。承认了安氏之乱，它全面败北吗？第二件事情是，真的是这样子吗？因为我们看到安氏目前在人事上面是已经解决了，但是在股权上面的问题还没有被解决。中国夺回了管理权，只是第一回合，真正的角力之后会不会是在股权，也就是会在董事会还有资本战场上才要正式的厮杀开打呢？这是第二个问题，今天会来做关注。最后我们来关心，确实现在欧洲车厂可急了，因为没有晶片嘛，不管是德国的车厂，这一些车厂已经向中国正式的递出了申请。欧洲的汽车命脉已经被中国晶片紧掐住了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关注。好，大家记得吗？当时荷兰政府很粗暴的接管了安氏半导体，让这一场中欧之间的晶片战开打，但是现在出现了戏剧性的反转，中国不是只拿回了它的主导权，现在包括了它的核心的资产授权跟人事也都全面回归到中方手上了。我们要来看到的是中欧最新签署的，就是中国跟荷兰签署的这个叫做稀土半导体供应链临时的协调纪要，荷兰在多方面做出了让步，哪几个呢？我们来看到荷兰它放弃了联合管理层改组方案，简单来说啦，就是同意解除对于中方高层的人事限制，所以呢，接下来执行长张学正将会确定在11月7号原本被解职，现在确定了这一位中国的执行长张学正先生，他就会正式的复职了。11月3号的时候，荷兰总部的资产也会授权，将可以被解冻。那么欧盟也承诺了，约束成员国不再重蹈覆辙了，类似针对性的投资都不可以再做了。中国也同意会来做分阶段解冻它的产能，安氏的东莞工厂会来恢复产能，释放出流程。好，节目一开始来请教苑老师怎么看呢？荷兰可以说是全面认输吗？退回了管理权，并且签下了这样的协议，怎么看？荷兰认输，但不是全面。我跟你讲哈，因为我对于荷兰这些欧洲人是太了解了要他们全面认输，认输给中国，认输给美国，他们是全面认输啊。但是认输给中国的话呢，那需要一段时间了。唐朝很盛大的时候呢，发生了安史之乱。这个安史之乱呢，也很相似就是说什么呢？大陆要借着安史之乱的话呢，要好好收拾一下这个欧洲人的骄傲。莫名其妙的自大，以及的话呢，对中国予取予求前一阵子的话呢，那个德国的外交部长也是莫名其妙的搞那个麦克风外交就讲我要来中国之前的话，你们对台湾绝对不可以武力。一讲的话，你不用来，你滚你们差点就骂起来了这个就是大陆态度，要借着安史之乱来一场这个安史之乱，就是说你发觉欧洲本身在中国人地位就完全垮下，这是一个重点你这边讲到几个重点的话呢，我觉得有3个重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的话呢，原来在大陆就是说是文泰在并购荷兰安氏的时候就是大陆会觉得说你的总部设在荷兰，听起来比较有面子一点没有把它直接买断。这个是一个后来引发，就是荷兰本身根本就没有能力，就是一个穷大户。原来的话呢，这个好像女儿都已经嫁过去了，但是名字还是留在家里住，他突然就不让你回家看亲了那这个就不行了这个就别大陆，这是第一个重点。然后第二个重点的话呢，就是荷兰本身来讲就要把那个张学正因为他是在荷兰总部里面安氏做 CEO 的，就张学正是 CEO， 把他换掉换掉其实具有形式的意义，就是说欧洲人看中国人不顺眼，你知道吗？他们种族歧视，这心理非常严重的嘛荷兰人的话呢，就特别长得特别又高又瘦，那鼻子又尖的那种所以说呢就把张学正换掉。然后第三件事情就是荷兰到现在大陆讲说东莞的封装厂就不出货的时候，他马上也讲说寄出来芯片不给你不给你封装什么的，态度很强硬。但是呢，现在里面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大家都了解说，第一个，你这个东莞里面这个800亿片应该800亿片的芯片不出口，整个世界尤其是德国的汽车要停顿。那为了不让德国，因为德国现在剩下什么？德国现在在这个俄乌之间冲突，什么都贵的情况下，又不能没有汽车工业。那德国现在整个欧洲化也搞得一塌糊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它经不起这个。然后呢，现在呢，原来呢，荷兰是要靠着欧盟跟美国的压力反弹中国，现在的话呢，美国不理，
欧盟呢压着荷兰说以后不要再搞这一套了，这套根本就没有用了。但是对大陆来讲的话呢，这不是单纯的一次胜利啊，这是永久的胜利，因为大陆会连续的。我跟你讲哈，现在先搞荷兰，然后再搞德国，接下来马上再搞法国，然后都一个一个搞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要杀鸡儆猴嘛。你不要学着美国那一套什么穿透法案，没这回事。好，确实，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中荷之间表面上和解，但是其实眼前还有更大的问题。等一下带观众朋友来看到，就是是在股权上面，接下来会怎么做分配？等一下请干哥来带我们看。好，我们现在看到中荷之间还是持续的互呛。荷兰呛什么呢？呛中国说你出口管制拖垮了整个全球的供应链，还无法保证你的东莞厂何时可以恢复出货，更无法确保你出货产品的品质。中国则是反呛荷兰说，不顾中方提出的合理诉求，你才是造成全球供应链混乱的来源呐。那刚刚讲了嘛，这一场战场其实现在的关系点其实是在股权上面哦，因为刚刚说了，中欧签下的这个协议里面并没有谈到股权问题，所以接下来会不会延伸到资本层面的资本战？干哥怎么看？对，这个问题很严重，但是我们现在还是要回到问题的源头好了，就说，大家觉得说安士是一个完全100%由中方控股的，但是大家以为说一次就花大钱把它买下来，不是，花了3、4次啊。其实张学正他以前是做什么？他以前是做手机的，帮你想得到的三星啊，什么很多公司啊，他都帮他代工的。后来我跟你讲，一夜之间就发现说手机代工也赚不到钱，从70%的毛利剩下3%，他在这种事情发生之前几年，他要知道我要转型什么？转型半导体，所以他要吃下安士的时候，你知道他用什么贷款啊、融资啊，花了很多钱，想尽办法。听清楚，是张学正一个人用他自己的信用去贷下来，当时收购了这个安士。安士的前身是谁？大家都不知道。安士的前身是飞利浦，它是飞利浦旗下的公司。那飞利浦也不要半导体了，为什么？飞利浦他准备要做那什么，就是医疗器材啊，他觉得那个毛利比较高，所以他就把这个半导体部分让出来，要卖掉，成立一个公司叫恩智浦。那这样这个后来就被张学正买下来了。经过3、4次的并购，花了大概380亿的人民币，才把安士买下来。到最后是100%持股。好，你刚才那个思敏你讲的对，你现在我们都谈了，好啦，这个你们对于这个张学正被拔掉啊，你们很有意见啊，你们中国这边不出货啊，那好了，我11月7号让他复职好了，然后呢，那个荷兰总部的资产授权那会到11月13号解冻，恢复。我想请问一下，这是100%的私人的企业，你说要解冻它，你现在对于这个股权方面，荷兰你有什么意见？是不是？这件事情，我告诉你，在今天如果在国际法庭去打官司的话，荷兰政府你会输哦，你会输哦，你现在，但是他们一定振振有词，他们说我们不相信张学正完全是个人投资，后面一定有政府的影子，拿出证据来，是不是？是。这个谈判后面还有的谈呢，还要拖上很长一段时间。可是福斯公司已经讲了，福斯公司讲说什么？福斯汽车说，我的汽车，我跟你讲，我想请问你一下，我们这些逻辑晶片一个有时候只要几分钱呢，那个几分钱美金而已。你现在叫我突然换一个供应商，我去哪里换？我去哪里找？我已经在找了，可是我现在马上找到可以替代安士的公司，没有这么快。没错，对于这个晶片，他们现在的库存量还有26周，你知道，如果没有26周，我跟你讲，福斯一定倒，现在就倒给你看。为什么？因为它一定有这么长的存量，不然它每天要生产几千辆汽车，它怎么顶得住？现在根本心脏一直在跳，为什么？26周好像很久，马上就到了，安士还是不多管厂还是不出货的话，会倒的，不是只有福斯会倒而已 ，BMW、宾士都跟着一样啊。对，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在股权这个问题上面，我觉得荷兰政府脑筋还是没有搞清楚。中国政府会打国际官司跟你打的，我跟你讲，你必输无疑。
是好，但是确实哦，不管是股权问题，现在看在这些欧洲的车厂里面，他们根本不 care 说，不在意说你荷兰要去跟中国争夺什么股权，因为最现实的状况就是，确实他们的晶片已经快要没有，快要用尽了，所以这个时候欧洲车厂是真的慌了，赶快来寻求大陆的帮忙。我们来看到几家重要的车厂，包括了德国的采埃孚，还有这个欧摩威、博世等等，都已经向中国正式的提出了申请哦，希望能够把这个晶片的出口管制给解除掉，因为目前欧洲汽车晶片70%都是靠中国来做封装的。那么德国厂这个采埃孚刚刚提到的，他已经说了，他说现在如果供应链中断，员工就会被迫放无薪假。博世旗下的厂甚至已经准备要休假保命了，包括刚刚干哥带我们看到的哦，福斯。这个晶片只能再供应26周。这一次还有一件事情值得关注的事情是，安氏之所以之所以会有这个重要的导火线，现在传出来，其实是因为3名外籍高层引起的，才会导致当时的安氏执行长张学正被迫下台。这3位包括了内部的这个法务官、还有财务官跟营运官等等，会不会张学正这一次复职之后就把这3个作乱的外籍高层给彻底拔除掉？这是第一个问题，请教舰长。第二个有关于晶片，中国可以说掐住欧洲车厂的晶片命脉了吗？首先，刚刚说那个张学正会不会这个复仇啊？会。我在商场还真的待过。你知道这个商场最恨的就是背叛。你是我的员工，你居然背叛我的老板，那是不可原谅的。所以张学正就是叫做现在是王子复仇记或者王者归来。按照商场的规则，一定叫他走路。那如果说为了一个大局，有时候因为有一些大局，说我暂时我觉得容忍，我会让你待一段时间。但是只要他认为他能够施展他的整顿的时候，他一定会叫他们走。这商场你完全不要怀疑，是每一个大老板都不会容许这些的。然后第二个我要说他这个股权的经营哦，其实这个文泰是2006年就成立了文泰科技，2017年安氏成立，2018年就被文泰买过了，就是买他第一次就花了36亿美元买了他76%的股权。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股权代表什么意思哦，整个公司的治理权，如果你们知道你们的公司治理权有一个老板他占据了你们寰宇51%的股权哦，在商界，这个人叫做大老板。这个大老板可以决定谁是总经理，就是谁是总经理，他多少钱就是多少钱。股东会是你以为股东能够反对啊？你股东就是在比那个股权而已，你知道？那你就知道这个文泰其实是完全掌握了这个安氏。这个在商场就是这样。你现在他没有跟任何人去商量哦。荷兰这次没有跟这个欧洲的伙伴啊，而且他采取的方法是一个非常粗暴，所有人都知道说，人家就是涨了这么多股权，你怎么能这个样子呢？他不跟任何人讲，他就直接这样去做了。那他从来没想过，我不要讲别的，美国以倾国之力去打中国都打不过，你如何荷兰敢跟他这样子对抗呢？你不可能赢的。所以这个完毕之后，每一个人都在怪这个荷兰，你怎么可以这个样这么粗暴？你有没有跟我们讲过？我们在欧洲是，我们这个北约是一起的，你这样子一弄，搞得大家都活不下去了，对不对？所以最后他是这个叫做里外不是人，这是荷兰政府的，他现在应该也认清了，就是你要想清楚，做任何事情你要站得住脚。商场经营就是讲股权，你不能够这样子去这样的蛮力靠国力来这样子去抢夺一个公司。好，谢谢舰长。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